在常规武器中，很少有像反辐射导弹这样会引起敌方部队高度恐惧的武器。只要战场上部署了反辐射武器，敌方就会被吓得立马关闭己方所有雷达，并且准备快速撤离。今天大兵就给各位老铁详细的聊一聊现代电子战中的反辐射导弹究竟有多强。雷达在军用装备中可是个好东西，早在二战期间，它就在远程预警、辅助定位以及指挥攻击火力等方面体现了价值。而在战后的几十年间，雷达在军事领域越来越重要了。毕竟士兵再也不需要像这两位一战时的德国人一样头戴2个大喇叭来寻找空中的战机了。但如果你是一位正准备突破敌军防线执行轰炸的飞行员的话，对于雷达可能就是另一种评价了。根据二战后的数据统计，火控雷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地面火炮想要击落一架敌方飞机，平均需要发射3000多枚。而在火控雷达装备部队之后，完成相同的任务只需炮弹83枚。简单来说，如果一个36架轰炸机组成的中队炮弹以每次完成任务之后都会损失1架飞机的话，在火控雷达出现后，可能会因为某次任务全军覆没。而雷达的出现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防守方的被动局面，为地面防空火力提供了极佳的势力。因此这时的进攻方就急需一种反辐射武器，又称反雷达武器，来突破进攻的难题。而围绕着雷达进行的攻防对抗，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雷达技术还比较粗糙，反雷达技术也是刚刚起步，主要有软杀伤与硬杀伤2个方向。所谓的软杀伤，就是通过电子干扰等手段不摧毁敌方的雷达，让其暂时失效。当时的盟军通过强力电子压制，使德军雷达很难发挥作用，有效阻止了德国空军对盟军舰船发起的空袭。据了解，当时的盟军参加登陆战的6000多艘舰艇，只有6艘被击沉，而硬杀伤的效果却不是很理想。因此英军开发了火箭雷达导引系统，用来侦测和识别德军高射炮火控雷达的位置，并引导火箭与炸弹去攻击。不过这款系统的精度误差却高达了90多米，以目前的水平来看是差到了极点，但在导弹技术都还不成熟的时代，能够有这样的水平也实属不易。而在英军研发这款系统的时候，德军也在研制自家的雷达硬杀伤武器，并且他们对这种武器的攻击方式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曾在诺曼底登陆中，英国发射的反辐射武器会在德军雷达的屏幕上形成了一个快速移动的亮点，只要迅速关闭雷达，就能让英军的打击武器失去制导信号的来源，无法进行攻击。这也成了当时硬杀伤反雷达武器的缺点，所以软杀伤在当时明显是更合适的选择，因此也产生了新的作战方式，电子干扰与反电子干扰的时代随之而来。但是软杀伤只能对敌方的雷达造成短期的损伤，而硬杀伤却能一劳永逸地消灭敌方雷达。虽然早期的硬杀伤方案没有在战场上做出什么贡献，但却并没有被人放弃。各国在这个方向的持续的研究，也催生了反辐射导弹武器的出现。反辐射导弹作为一种能改变战场局势的武器，二战结束后，在此类武器的研制上进展最快的就要数美国了。1958年，世界上第一个固体半导体问世，美国海军武器中心也迅速开展了名为百舌鸟反辐射导弹的研究工作。这种导弹在搜索雷达时的工作原理基本上与二战时期的反雷达火箭类似，采用的都是被动雷达制导。由于这种方式的制导导弹本身不向外辐射雷达波，依靠跟踪目标向外辐射的能量
来搜索目标的位置。所以这类导弹的导引头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都比较简单，主要由4个部分重叠的天线构成。4个天线分别对应上下左右4个方向。当敌方雷达的位置不在导弹的轴线上时，位置偏差会产生相应的信号。经过内部设备放大处理后，这些信号会调整导弹的尾翼，来消除位置偏差，提高打击精度。1965年，参与越战的美空军对北越部队装备 SA-2 防空导弹十分头疼，即便投放了大量电子诱饵弹，也没有办法有效对抗被美军称为飞行电线杆的细长导弹对美军轰炸机编队的打击。因此，原本用于摧毁苏联在古巴建立的雷达基地的百舌鸟导弹，也被急匆匆地用在了越南战场上。由于这款导弹还未经过系统性测试，美军首次投放了15枚，虽然命中概率不是很理想，只有2枚成功命中了目标，但是它们的出现却让北越部队地面雷达的操作人员产生了巨大恐慌，因为原本躲在屏幕后面指引导弹拦截轰炸机的猎手，现在却变成了猎物。不过即使美军在百舌鸟导弹的导引头内安装了专门用于自毁的装置，但还是有不少导弹落入了北越技术人员手中，而那些没有成功引爆的百舌鸟也逐渐暴露了它的缺点。第一，百舌鸟的导引头工作频段相当有限，而为了尽量覆盖地面雷达的全部工作频段，美军就为其设计了14种导引头。只有在投放前选择了正确的导引头，才能准确地捕捉敌方雷达。如果装错了，导弹就会无视雷达波束，一头栽到地上。因此，如何判定地面雷达的工作频段，则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但除了依靠情报手段和作战人员丰富的经验之外，当时并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再加上它采用了麻雀空空导弹的弹体，一架战斗机通常只能挂载2枚，导致美军的飞行员不太愿意使用早期的百舌鸟。毕竟在14款导引头中做出选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这位飞行员有选择困难症的话，恐怕会被折磨死。就像是各位老铁陪女朋友出去买衣服，想要挑出一件漂亮的款式，不仅需要经验和运气，更需要猜中对方的心思。第二，制导精度比较低，早期采用波动式制导方式的百舌鸟不能主动发射特殊编码的捕捉敌方雷达波，只能跟踪近似地面雷达的信号，所以百舌鸟在作战时视力比较差。美军曾在上世纪60年代测试了20枚，结果只有7枚导弹准确落在了距离目标中心7米的范围里。第三，记性不太好。百舌鸟在问世之后，北约很多的雷达都专门安装了雷达附加器，在14公里外就能够觉察到导弹的来袭，并迅速通知雷达操纵员。而此时的地面雷达惯用的手段就是迅速关掉电源，或者是立即将雷达的屁股对准来袭方向，使导弹失去目标。随后导弹就只能依赖不精确的惯性制导飞行。至于当时的惯性制导有多差，不用大兵多说，个别老铁也都知道。例如飞行10公里就会有340米的位置误差。第四，威力不足。百舌鸟的战斗部只装有25公斤烈性炸药，对无装甲目标的杀伤半径仅15米，对人员的杀伤半径只有50米，威力也就比手榴弹大那么一点儿。所以北越在了解这些特性之后，就采取了各种手段，使百舌鸟的命中概率从美军预计的 13.3% 降低到了 3到6%。不过他们的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在电子干扰设备和百舌鸟导弹软硬兼施的打击下，损失也比较大，有 17% 的防空雷达被击毁，导致北越导弹的防空效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针对百舌鸟导弹这4大缺陷，美国通用公司
在标准航空导弹的基础上，开发了新一代标准型 AGM-78 反辐射导弹。由于标准系弹头采用的导引头本身就有较宽的工作频段，仅用2个导引头就可以几乎覆盖地面雷达的全部工作频段，并且还采用了被动雷达和红外导引相结合的混合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为了进一步增加打击精度，通用公司还为它专门设计了记忆电路，确保在目标雷达关机之后也能准确地记住目标的位置。在威力方面， AGM-78 战斗部要比百蛇鸟大1倍，对人员的杀伤半径超过了100米，并且战斗部队内参有发光材料，即使没有成功击中敌方雷达，爆炸后产生的灵光也能够帮助其他战斗机对目标进行再一次打击。不过，在美军追求高技术弥补百蛇鸟缺陷的同时， AGM-78 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整体重量达到了620斤，是百蛇鸟的 3.3 倍，因此战斗机挂载起来更麻烦了。图片中的 F-150G 战机的左翼挂载了一枚 AGM-78B， 右翼则挂载了一枚 AGM-45 百蛇鸟。从外观就能明显地看出标准的个头实在是太大了，同时运用众多先进技术和体积的增大，成本也会更高，达到了百蛇鸟的5倍。最终因为成本过高笨重，没能像百蛇鸟那样大批量生产。据统计，美军前后仅造了3000多枚，而百蛇鸟的产量共计超过了25000枚。而美军对武器装备的极致追求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因此美军就开始着手研制更新一代的反辐射导弹。在1986年3月，第3代反辐射导弹哈姆首次用于实战，2架 A-7E 海盗2式攻击机从美军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发射了2枚哈姆导弹，成功摧毁了利比亚防空部队的 S-200 防空雷达，在利比亚密集的防空网络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接着就是在1991年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美军曾发射了数千枚哈姆导弹，用来摧毁与压制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巅峰时期仅1天就发射了300枚。哈姆导弹作为美军的第3代反辐射导弹，有着可以耐受820度以上高温的弹体，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倍音速以上。而 HARM 哈姆的名字来源于高速反辐射导弹的缩写，导引头的工作频段覆盖了 0.8 到18赫兹的超宽频带，彻底解决了作战时更换导引头的麻烦，并且内置的有可读写的移动存储器，可以随时更新雷达频段信息，为将来应对新型雷达预留了升级空间。另外，导弹的灵敏度也有了大幅提高，不仅可以从雷达主瓣进行攻击，还可以从雷达背后偷袭。以往的反辐射导弹的射程与低空导弹相当，并且只能从雷达的主瓣进行攻击，导致早期的反辐射导弹与地空导弹的对决就好像中世纪的骑士之争，而采用的无烟推进剂则能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动攻击。可以说，新型哈姆导弹的出现打破了矛与盾之间的平衡，在实战中对抗更为灵活。这张图片是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工作人员刚刚为 FA-18C 大黄蜂舰载机挂载了一枚哈姆反辐射导弹，红帽子和红坎肩代表他们是专门负责机载武器挂载的人员。在战场上，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威慑是非常巨大的。以较早期的百蛇鸟为例，在1982年，南北半球各爆发了一场有名的局部战争。北半球，以色列发动了对叙利亚贝卡谷地的袭击。在以色列用无人机诱骗叙利亚地面雷达开机之后，
大量百舌鸟导弹从30公里外袭来，成功摧毁了叙利亚19个防空基地，使双方形成了代差，战场也变成了以色列军方的表演场。而南半球英国和阿根廷则爆发了马岛战争，英军临时在火神轰炸机上装备了百舌鸟导弹，给阿根廷的防空部队带来了巨大压力。火神轰炸机在100多公里之外，就吓得阿根廷军方匆忙地关闭了地面雷达，因此也给了英军在战场上空肆无忌惮倾泻弹药的机会。目前美军的反辐射导弹已经发展到第4代，针对地面防空系统的雷达多数布置在医院、学校和教堂附近，使进攻方为避免造成平民伤亡而放弃打击的情况。在2006年，美国海军推出了 AARGM 计划，整个计划准备在传统反辐射导弹被动雷达导引头上加装毫米波主动雷达，从本质上提高了反辐射导弹的抗干扰能力和打击精度。同时，此类导弹也配备了发射车、指挥中心等，减少了被发现的几率，使其出其不意地发起打击。在美海军测试完 AARGM 导弹后，美空军也看上了这款导弹。在他们的设想中，如果 EA-18G 咆哮者携带 AARGM 执行任务的话，战机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配合反辐射导弹的打击能力，将会成为敌方防空系统严重的威胁。因此，这款新型的反辐射导弹又迎来了一次升级。美空军在传统反辐射导弹上加装了高精度的 GPS 制导模块，使导弹不仅能攻击雷达等辐射源，还能攻击地面上的任何已知坐标的目标。反辐射导弹从名为史艾克的史莱克家族一路走来，经历了多次的改进与众多战场的洗礼。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也各自发展出了自己的反辐射导弹体系。例如，法国的阿马特反辐射导弹曾在两伊战争时期创造了8发7中的战绩，展示了法国在此类武器方面的实力。而俄罗斯的反辐射导弹则以大射程为发展方向，甚至有的国家还创造性地研发出了地对空反辐射导弹，专门用于打击地方入侵的干扰机和预警机，使地面防空系统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积极防御能力。至于在纵深打击和岛屿争夺的战场上，反辐射导弹也多次扮演了战场急先锋的角色。在未来的战场上，反辐射导弹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武器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各位老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